说到剪短发，那么圆形堆积层次一定会用在短发的后区。下区我是选择圆形渐增层次，起刀的长度2到3公分，先横向裁剪2到3片，方便我们提拉，再逐渐从我们的耳后点逐渐向上去递增我们的发片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发片是纵向随头型原位进行修剪。大部分的设计师在修剪圆形堆积层次顺手边会非常的流畅，同时呢切口细腻度也是很 OK。那么到了反手边的时候，在裁剪的过程中，往往是因为站位不够，所以裁剪的耳后区非常偏硬了。所以建议大家呢，在剪耳后区的时候，我们越是剪反手边，越是斜向分配，同时呢，发片分得足够的细腻，站位切记一定要站在我们的转角线以外，根据下去的导线逐渐向上去递增。那么在递增的过程当中，手位的剪切口千万不要发生错误。很多设计师在剪反手边，角度提拉对了，但是我们的剪切口发生错误。那用圆形层次剪后区，我们得到的目的是圆润的，同时是显得后区是年轻的这种形态，保留我们的落点一定是在枕骨点以下。为了使我们的剪切口更柔和，我们要交叉做小点剪，方便在吹干之后不会出现更多的切痕，这也是小细节。那么很多设计师是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大部分都是湿发的手走了个流程，吹干的过程中修的时间太长。两侧我是从转角线以下选择边缘去除层次，边角的落点在我们的耳垂以下，方便顾客去刮耳。前3片我们是跟随头型走，那么到了耳上点固定住，这样做前后连接，也就是把去除层次和后区的圆形堆积层次在转角线以外做了个连接。修剪反手边的时候，也是特别设计师往往在反手边修剪的去除层次吹干之后，去除的区域有一点硬的切痕，这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逐渐向上提拉一个角度。我们根据后头顶的长度沿接剪前顶的反曲线层次，保留我们的刘海覆盖住边角。那这样呢，可以得到两侧的内区柔和层次，同时因为下区是做了不连接和去除层次的组合，同时可以制造我们这里的空间，也就在吹干的过程中，模特的发质是偏多，不会出现过高的层次，同时也有一定的厚重度。我们再去把反曲线多余的轻盈的落点的区域，用堆积的切口去进行一个修饰，再去把所有的切口做一些小点剪。那么在吹干的过程之前，一定要交叉去把所有的发梢做柔和。后区是因为单一的圆形堆积层次，我们可以用牙剪在枕骨点以下贴着根部去打包，制造收紧服帖这个流程。上区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用牙剪做个点剪，只要表面不去碰牙剪，那么吹干之后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。干发的过程中，只需要在两侧的转角区域做一些挑剪，那么就已经是非常通透自然的结果。那么问大家，这个短发一共用了几个结构呢？